和老公结婚10年以后，我才发现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白月光，屡次阻止他们2个人接近未果以后，我终于和我老公摊牌，要他在家庭和那女人中间选一个。他说要我滚出这个家，他要和白月光结婚。我迅速分钱跑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马上就要到头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老公，你又在和他聊天？晚上，我的老公孟婷回家以后，我看见他捧着手机不放的样子，就知道他又在和公司新来的员工聊天。那员工名叫宁锦，年龄只比我老公小2岁，虽然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但还是作为新人被分在我老公手下。他总是用一些有的没的问题在3更半夜找孟婷，但他明明不是什么刚毕业的学生，好歹也有着不少工作经验，怎么可能连非常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明白？可是我老公却对此乐此不疲，明明他之前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现在居然愿意为了这个女人半夜打开电脑和她偷偷打语音电话。我就是在迟钝，也该明白不对劲了。我问他的问题，他只敷衍地答了我一下，分明是心思根本没在我身上。我再也忍无可忍，冲过去就夺走了他的手机。你能不能注意一点和同事之间的社交分寸？我才是你老婆，你这样让别人知道了，怎么想咱们家？孟婷，你有家有孩子有老婆，你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但是令我失望的是，我说出的话他根本没听进去半点，反而对我怒目而视，好像我夺走了什么极为重要的东西一样。还给我！他赤红着眼睛的样子把我吓到了，我下意识就把手机递给了他。他一把夺过手机，站起身就进了卧室，房门被他甩得震天响，一直到天黑下去他都没有出来。不过倒是能听到他在屋里说话，笑得正开心。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还是敲了敲门。孟婷，饭做好了，你到底还吃不吃了？他依旧没有回复我，我能听到他的笑声还在屋内持续。我终于忍无可忍，拧动门把手想进去，可是却发现房门已经被他反锁了。我气得拼命地拍门板，一边拍一边怒骂他：孟婷，你到底在屋里干什么？能不能回我一下？可能是我拍门板的声音实在太小，吵得他说不下去话。他终于起身打开了门，我和他不耐烦的表情来了个面对面。他手里握着的手机上面还挂着耳机。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吃饭这种没什么意义的事就别叫我了。你自己不会吃饭吗？我饿了自己会去吃的，现在有事情，别来打扰我。他说着就又要关上门。我余光注意到他的手机屏幕上似乎是正在和对面视频，于是我急忙拉住了门把手。你是不是又在和宁锦说话？他也能听见对吧？你能不能别老在下班时间找我老公了？有什么事情上班时候不能说吗？孟婷看着我的目光突然变得极为恐怖，她狠狠地推了我一把，导致我一下子跌坐在了门外。你少来多管闲事，我又没让你出去上班，你懂什么工作？我们只是普通的聊一聊而已，这你也不让吗？说完，趁着我还来不及站起身，他就把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呆呆地在客厅沙发上坐下，直到凌晨的时候才听见卧室房门又被打开，客厅没开灯。他走到中间的时候，看见我时吓了一跳，然后便怒骂：潘越，你有病是不是？半夜不睡觉，坐在这干什么？咱们家又不止一个卧室。我只是把目光移向他，没说话。就在10分钟之前，
我还听见他在卧室内和那女人欢声笑语。10分钟之后，当他挂了电话，看见他老婆明显心情失落的样子，却摆出了这样一种态度：你哑巴了。他不耐烦地揉了揉头发，一天到晚只会矫情，有本事你就在这一直坐着，永远别起来。他说完，直接去了卫生间，直到再回到卧室时，也没分给我半个眼神。我深吸了一口气，意识到自己应该好好的和梦婷谈一谈了。我们的孩子今年才3岁，难道他真的要做出这种事情吗？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还不等我彻底和他摊牌，他就主动先找上了我。第2天是个休息天，按照以往几周的情况来看，这天他都会出去，不知道做些什么。然而这一天，他却破天荒的没有出门，而是等到很晚的时候才从卧室里出来。我还以为是他悔改了，没想到他十分端正地坐到了沙发上，表情严肃地朝我开口：潘越，我们离婚吧。我被这句话震惊的一时之间没能开口，反应过来的时候，梦婷已经掏出了2张离婚协议书放在桌子上。你把这个签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瓜葛了，财产对半分，孩子的抚养费我会按期打给你。你开什么玩笑？我朝他怒骂。你还知道你有个孩子啊？孩子今后没有爸爸了怎么办？可能是做了亏心事。今天的他对于我格外有耐心，既然都决定离婚了，那我就和你坦白了。其实我早就认识宁锦，只不过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和他在一起。现在有机会了，我也想去追寻我的爱情，希望你能够放手。我简直难以想象他是怎么说出这种话的。我几乎是颤抖着开口质问他：你都没想一想这个家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还有你唯一的孩子，他又要怎么办？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你不配当一个父亲。他沉默了一会，并没有回答我的质问，只是又开口：总之不管怎么说，我们离婚吧。我不可能继续和你在一起。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没让你出去工作，也算是没亏待你吧。现在轮到你给我做出一点让步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刚想开口拒绝，就听见他接着说：我能这么和你说，就说明我心意已决。如果你不同意，我也会和你打官司，拖到最后对我们谁都没有好处。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梦婷竟然还有一个白月光，更不知道她是这种能够为了所谓的爱情抛弃家庭、抛妻弃子的人。我不能答应你。最后，我仍旧不死心似的开口：我不会和你离婚的。他对我冷笑了一声，似乎是在嘲笑我的不知好歹。紧接着，他狠狠地一拍茶几，那块镶嵌在茶几上的玻璃都抖了2下，我也被他吓得一个哆嗦。但是他却什么都没有再说，直接起身换了衣服和鞋，就走出了家门。那2张离婚协议书也被他丢在了家里，上面已经签好了他的名字，只留下了给我准备的另一个空位。我在沙发上呆呆地坐了好久，直到儿子哭闹着说饿了，才终于回过神来，心不在焉地做了一顿饭。儿子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客厅里，一低头就又看到了那2张啄木的纸。到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有勇气拿起那2张纸看一眼了。我迅速地扫过了上面的条条框框，越看心里却是越悲凉。上面给出的条件对我来说相当优厚，毕竟正如梦婷所说，这么多年来我并没有出去工作过，一直都是她在赚钱养家。而这里面给出的条件是，我们所有的婚后财产，不论你我对半平分，儿子归我，每个月他会给予我3000块钱的抚养费，
并且只需要1年探望孩子2次，但是我却根本开心不起来，因为他给出的待遇越优厚，就越证明他要铁了心的和我离婚。只有我尽快的和他离了婚，他才能更快的去娶到那个女人。我这么平静又绝望的过了一天。第2天，我刚稍微转换一下心情，想给孟婷打一个电话，让她再回来好好谈谈。结果我却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清脆的女人的声音：“你好，请问你就是潘越吧？”虽然我从来没仔细听过她的声音，更没有见过她本人，但在听到这句话以及这个语气的一瞬间，我几乎瞬间就能确认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宁锦。我深吸了一口气，略微有些戒备地问她：“你有什么事情？”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分明只和我差了没几岁，声音却如同清脆悦耳的银铃，与我不相同。看来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那我也就不和你兜圈子了，我就直说了。我和孟哥的感情不是你能够撼动的，你自己识相的话就退出吧。孟婷的行为已经气得我七窍冒烟了，我没想到宁锦竟然还敢跳到我面前，这么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话，我顿时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宁锦，你做人能不能要一点脸，非要去破坏别人感情吗？像你这种人就应该去死！我恶毒地诅咒了他一通，但是没想到回应我的并不是宁锦的悲伤愧疚，又或者愤怒，而是孟婷的怒吼：“潘越，我已经说了我要和你离婚，你能不能别不知好歹？你对我纠缠不清就算了，你要是再敢纠缠宁锦，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最后这通电话是在孟婷的怒骂和宁锦故作委屈的哭声中结束的。挂断电话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这是被摆了一道。宁锦分明是故意给我打电话激怒我，接着又算准了孟婷过来的时间，好进行断章取义，让孟婷误会我的。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孟婷分明爱他，爱得要死要活，我又没有进行电话录音，任凭我再怎么解释，孟婷都不可能相信我，或者说就算她相信了，我也没有任何作用。毕竟那些话是我实打实的骂出去的，在孟婷偏心的影响下，她可不管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我没有再试图去联系那边。毕竟就算我打了，估计也只会得到一个被拉黑的结局。没想到的是，我没有去联系他们却反而主动找上了我。就在这样过了1周以后，我突然收到了孟婷的通知。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签不签离婚协议书？不然我可就要去起诉你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一时之间没能做出反应，而是恐惧到直接挂断了电话。接下来会怎么样？他会给我发法院传书吗？我还没想明白这一点，孟婷的电话就又打进来了。潘越，你不要再拖延了，再拖下去对我们谁都没有好处。你以为凭借着你这么多年不出去工作，你能够分到这么多财产吗？我对你的待遇已经相当优厚了，你最好不要不识好歹。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见宁锦的声音也在一边帮腔。是啊，在爱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罪。你自己乖乖退位就算了，我们又没有刁难你。我简直不知道要怎么说才能表达我的愤怒，于是我没有回答他们，捏着手机走到了客厅。那2张离婚协议书仍旧被我好好的放在原处，一动都没有动过，上面落了点灰尘。我颤抖着手把它们拿起来，又看了看在客厅地板上坐着玩玩具的儿子。最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好，我答应你，我签了之后直接送给你吗？听我这么说，那边也松了口气。
孟婷对我的态度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不用你签好之后就放在那里吧，后天我去取，到时候直接带你去民政局。挂断电话之前，他竟然还破天荒地说了一句人话：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但是，算了，我不想再听他在这里惺惺作态。直接挂断了电话，拿起茶几上的笔，心一横就签下了我的名字。然而就在我打算把这2张纸收起来的时候，手机上却突然接到了一条新消息。我打开一看，上面的内容顿时让我惊讶地瞪圆了眼睛，拿着那2页纸的手也不自觉地捏紧，最后把离婚协议书团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里。等到2天之后，孟婷登门的时候，她一进门就冲我摊开了手。离婚协议书呢？签好了吗？给我一份。我笑着冲他摇了摇头，在看到他的表情变得不耐烦之后，我及时开口：我找人咨询了一下，现在的情况是你的问题。就算我之前对家庭没有太多的贡献，我要分到的也远远不止这些钱，所以我另外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书。我掏出了2张崭新的纸，上面已经签好了我的名字，这次的空位是留给他的。他皱着眉接过去，神情之间看上去有些挣扎。这份新的协议书是我特地找律师咨询过之后才拟定出来的，上面要求我分到的财产数正好卡在了一个让他肉疼却又不是完全难以接受的程度。而与此同时，我还在一边拱火：怎么了？你不是说你很爱宁锦吗？你不会不愿意为了他掏出这点钱来吧？我也没要得太多，他先前进门时的那点温柔都没有了，反而用一种厌恶的目光扫了我一眼。我真是不该可怜你，你果然也和那群女人一样，只是看钱的东西。我没有理会他的挖苦与讽刺，就像他当初对我的那样，毫不留情地对他说：现在就出去，别再拖了，再拖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直接转身出了门。我跟在他身后上了车，接下来的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我们顺利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只要等到冷静期一过，就可以正式的离婚了。走出民政局的门之外，我就看见宁锦的已经站在了他车边，在寒风之中，那抹身影显得格外单薄。孟婷原本不快的神情立刻变得担忧，她迅速地从我身边跑了过去，直接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在宁锦身上。小锦，这冷天的，你怎么不进车内等着？万一把你冻感冒了，可怎么是好？宁锦笑了一笑，眼眶还有些发红，像是一朵令人怜惜的小白花一样依偎在孟婷怀里。婷哥，我没事的，只是一想到从今天以后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我这心里总是有些激动，所以我就下车来看着了，总觉得这样就能离你更近一步，我们也能更早一点的在一起。孟婷把他抱在自己怀里，像是对待小孩那样一下一下摸着他的头。孟婷现在背对着我，也就意味着宁锦的脸是朝向我这边的。在看到我独自站在门口的身影后，他对我给出了一个挑衅的微笑。我瞬间就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刚才这一出都是他故意演给我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心生嫉妒。顿时我心里仅剩的那点生气也无存了。他这行为幼稚得像个小孩，我又有什么可和他计较的呢？毕竟我已经得到了好处，况且因为孟婷自己的选择，他们2个人即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就是不知道这份考验他们接不接得住了。没过几个月，我就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和孟婷离婚以后，我就随便找了一份非常轻松的工作做着，
虽然工资少，但好歹也是一份钱，也算是给自己找了点事情干。孟婷分给我的钱已经足够我把孩子拉扯成人，再加上这么多年来交的养老保险，我这辈子应该是没什么困难了。孟婷就是在我工作也步入稳定的时候给我打来电话的。电话一接通，她的声音在那边就非常微弱。那个老婆，她开口这个称呼就让我心生不悦。我立刻反驳她，我希望你能够搞清楚，我们已经离婚将近半年了，你现在应该已经有了新的老婆了吧？还来找我做什么？我一说到这个话题，他立刻就暴怒了起来。你别再和我提那个女人，要是我早知道她是一副什么样子，我根本就不会再搭理她半次。听他这么说，我就明白他差不多是已经知道那件事情了。但是我还是故作疑惑地问他，怎么了？那不是你最心爱的白月光吗？你不是说你们情比金坚，说什么都要抛妻弃子和他结婚吗？听我这么说，他终于崩溃地哭了起来。对不起，老婆，我对不起你，当初我不应该那么对你的，我是个人渣，我不是人。他的忏悔听上去倒是有诚意的，如果放在以前，我肯定立刻就心动了。但是现在我的心里毫无情绪，你和我说这么多也没用，我不可能原谅你，你最好不要再联系我了。说完，我直接就挂断了电话，根本就不听他在那边又说了些什么。我甚至连着他的电话号码一起拉黑了，杜绝了任何他再联系上我的可能。我是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情的，不然当初我也不可能在签下离婚协议书之后又做出了改动。当年当我刚签下第一份离婚协议书的名字，我的手机上就收到了消息，是孟婷的体检报告结果出来了，她得了一点相当麻烦的疾病，不治会让她丧命，治了会让她残疾，并且需要终生服药延续寿命。而他剩下的那些钱，估计在他做完手术以后节衣缩食才能维持他余生的药钱。如果家里人不愿意出去工作，那他下半辈子将过得非常凄惨。我并没把他往死路上逼，我是给他留了生存的余地的，只是过不了什么好生活而已。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不是说他和宁锦情比金坚吗？如果他们真的那么相爱，宁锦又是名牌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一定愿意为了他出去赚钱养家吧。不过很明显，现在的情况看上去是他心爱的宁锦背叛了他。我知道这件事情没完，但是我没想到下一个来联系我的不是孟婷，而是宁锦本人。那天我下了班，刚去菜市场买完菜，准备回家，就在半路上遇到了宁锦。她仍旧像以前那样光鲜亮丽，脸上看不出半点岁月的痕迹，拦下我的动作也依旧优雅有礼貌。又见面了，潘越，你现在有没有时间？愿不愿意和我好好谈谈？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让开，我没空搭理你。说着，我绕开他就走，他也没有拦我，而是就这么轻易地让我离开了。不过在我回到家之后，我终于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孟婷坐着轮椅已经在我家门口等候多时了，我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正想开口赶人，就听见我身后又传来了宁锦的声音：孟哥好歹也是你孩子的爸爸，想来探望一下孩子无可厚非吧。我强忍着恶心点了点头，毕竟在我们离婚以后，孟婷还没有来探望过孩子，她想要来探望孩子，我也不得不配合。于是我又转头看向了宁锦，我可以让孟婷进去，但是你跟来是做什么的？我不想看见你，请你从我家这里滚出去。宁锦听到后也没有脸上挂不住，而是得体又优雅地笑了笑。你别这么说嘛，现在孟哥离了我可不行，
事事都得我来照顾。我的目光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来回打转，而之前孟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分明对宁锦极为厌恶。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人怎么又搅和到一起了？难道他们又在背着我算计我？这不可能啊！明明有那件事情在前，只有让他们两个人焦头烂额的份，哪会有我的什么事情？很快的，我就推翻了自己刚才的猜想，因为我注意到孟婷的目光仍旧是极为不善的，但是在宁锦走向他的时候，他却又转过头去，强行地压下了目光。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虑，我最终还是让他们两个人进了门。我先是让儿子回到自己房间里，确保没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之后，才在客厅里坐下，郑重其事地看向他们，说吧，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孟婷还没有开口，宁锦就先迫不及待地说上了。我们是这样想的，既然你很喜欢孟婷，那么我现在愿意把她让给你，怎么样啊？听了宁锦这样说话，我还没说什么，孟婷的面容就先扭曲了起来。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宁锦这番话像是把她作为可以交易的物品一样，随便扔给了我。对于他这种自尊心极强又有身体残疾的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他之前身体健康的时候，我都不要他了，现在变成这副样子，我凭什么再和他在一起呢？此言一出，对面两个人都愣住了。宁锦的表情变得不可思议，终于失了态地追问我：“你别再嘴硬了，难道你不喜欢他吗？不然你当初为什么拖着那么久的离婚协议书不签？现在我让给你，你怎么还开始摆起来了？”我冷笑了两声。我和孟婷之前结婚都10年了，当初有再多的感情，也该磨灭了老夫老妻的，还能有什么对爱情的热情？我不和他离婚，只是因为考虑到我们还有孩子，不然你难道真的以为我有多喜欢他吗？孟婷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总而言之，脸难看极了。听了我这么说话，宁锦走到轮椅后面，狠狠地推了一把轮椅。亲爱的，你不是说他一定会同意和你复婚吗？现在这种情况，你自己去和他说吧。孟婷对着宁锦怒目而视，嗫嚅了几下，最终还是没敢开口。然后他把求救似的目光投向了我。潘越，当初那些事情是我做的不对，现在我已经知道错了，你真的不能再原谅我一次吗？我还在思考着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时之间没有回答。孟婷便以为这是他有希望了，于是更加急切。你分明还是爱着我的，对吧？你不要再嘴硬了，这次我真的没有再骗你，我们回来好好过吧，好不好？我终于被他连珠炮一样的话成功拽回了思绪，看向他的目光之中毫无感情。孟婷，你别太搞笑了，现在你这副样子，我凭什么让你回来？你就当我是像你说的那样，是一个只爱钱的女人吧？不，知道你不是的，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他还想垂死挣扎，然而我接下来的话却无疑直接给他判了死刑。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其实早在离婚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你身体有问题了。我轻飘飘的一句话，却让他惊恐地瞪着双眼。他不停地摇着头，甚至自己推动轮椅向后。不可能！你不要因为要拒绝我就说出这种话，我不会相信的。你怎么可能知道我身体什么情况？看他仍旧要自欺欺人，我直接掏出手机，翻找到那条记录，举到他面前。那你就自己看看吧，你好好看看医院。给我发消息的时候，就是在这之后，我去拿到了你的体检报告，再然后我才决定和你离婚的。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临阵改口和你多要一部分钱？
我是算好了你的手术费用以及余生治疗需要用到的钱，才和你要这么多的。孟婷，在你背叛我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应该想到你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举起了盖在身上的那条被子，狠狠地扔到地上。我不相信，这不可能！凭什么？凭什么老天要这么对我？你们这群该死的！你们只想要我的钱，你们都盼着我去死！他死命地捶打着自己毫无反应的双脚，像是疯了一样胡乱地嘶吼。我终于看不下去他这副样子了，他再这样发疯下去，迟早吓到我的儿子，可别让孩子以为他自己有一个疯爸爸。我再说最后一遍，孟婷，我早就给你机会了，我反复向你确认过要不要和我离婚，但是当时你是怎么想的？现在我这么对你，你可怪不得我了。说着，我直接推着他的轮椅送他到了门外。孟婷还想抓住我的手挽留，我却毫不留情地一脚将他踹了出去。随后我看向了还站在客厅内的宁锦，你不会也需要我踹你出去吧？事已至此，宁锦的脸也难看极了。或许孟婷向他许诺过，只要他们两个一起来，我就一定会同意复婚。现在事情没办成，他也不好再在这里继续留下去了。他们日后的日子一定会特别难过，也算是坏人有坏报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